9月13日，中国宣布对全球4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开出近2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罚单，这无疑是对在华外企的一记重拳。表面上，这是因为普华永道在审计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时存在严重过失，但背后却折射出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后的种种乱象。中国证监会对普华永道罚没收普华永道案涉期间全部业务收入2774万元，并处以顶格罚款2.97亿元，合计罚没3.25亿元。此外，政府还禁止普华永道在中国经营业务6个月，并注销普华永道广州办公室的成立许可。更严厉的是，对4名签字注册会计师吊销了注册会计师证书。这堪称是中国有史以来对4大会计师事务所开出的最大罚单。表面上看，中国政府是在严惩普华永道未能发现恒大集团的财务造假行为。据悉，恒大在2019年和2020年间虚报的总收入高达5640亿元人民币，2020年虚报的营收竟然占到真实营收的 79%。但是，这背后反映的问题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得多。首先，我们要问，为什么是现在？恒大的问题由来已久，为何中国政府直到今天才对普华永道下手？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。今年以来，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，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日益严重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国政府急需为经济困境找到替罪羊，转移公众注意力。而作为外资企业的普华永道，无疑成为了一个理想的目标。通过重罚普华永道，中国政府可以一箭双雕，既可以展示自己整顿市场的决心，又可以向外资企业释放威慑信号，为接下来可能出台的更多限制性措施铺平道路。其次，我们还要看到，这次处罚很可能只是开始。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，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更多外资企业成为中国政府的靶子。毕竟，在经济下行期，民族主义情绪往往会被刻意煽动，而外资企业则很容易成为出气筒。这次对普华永道的处罚，很可能是中国政府对在华外企发起新一轮围剿的序幕。我们不难想象，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外企因各种理由被罚款、限制经营，甚至被迫退出中国市场。再者，这次事件也暴露出中国经济体系中的深层次问题。恒大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，其财务造假行为持续多年却未被发现，这不仅仅是普华永道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责任，它反映出整个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失效，以及政商勾结、权钱交易的盛行。试想，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默许，没有银行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恒大怎么可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大肆造假而不被发现？这背后暴露的是整个中国经济体系的腐败和低效。而现在，当整个骗局崩塌，中国政府却选择将矛头对准外资会计师事务所，这不免让人感叹，在中国做生意，外企永远是最容易被宰割的对象。这种做法无疑会进一步打击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信心。本来，由于中美关系紧张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，许多外企已经开始考虑撤出中国或减少在华投资。而这次对普华永道的处罚，无疑会加速这一趋势。我们可以预见，在未来一段时间里，会有更多外企选择退出中国市场。这对于正处于经济困境的中国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毕竟，外资的撤离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减少、税收的下降以及技术转移的中断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次事件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。首先，其他3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、安永、毕马威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目标。毕竟，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，一旦有了先例，类似的处罚很可能会不断复制。其次，这可能会引发一场新的反外资浪潮。在经济下行期，民粹主义情绪、
往往会被刻意煽动。我们不难想象，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外企因各种理由被处罚、限制经营，甚至被迫退出中国市场。最后，这次事件也凸显了中国法治环境的脆弱性。普华永道被处以如此重罚，却没有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，而是由行政部门直接做出处罚决定。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法治精神，也进一步增加了外企在华经营的不确定性。试想，如果一家跨国公司随时可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处以巨额罚款，甚至被勒令停业，谁还敢在中国大规模投资？这种做法无疑会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投资环境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封闭的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。中国如果继续这种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做法，最终只会把自己推向更深的经济困境。这次对普华永道的处罚，折射出的是中国经济困境下的种种乱象。它不仅暴露了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失效，也反映出中国政府在面对经济困境时的焦虑和无措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。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，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更多类似的事件发生。这无疑会给中国的营商环境蒙上一层阴影，进一步加剧外资撤离的趋势。对于普通中国民众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首先，就业市场可能会进一步恶化。随着外企撤离或缩减在华业务，大量就业岗位可能会消失。特别是对于那些高学历、有国际视野的年轻人来说，他们的就业选择可能会变得更加有限。其次，消费者的选择可能会减少。随着外企的退出，许多国际品牌可能会从中国市场消失，这无疑会影响消费者的生活品质。再者，整个社会的创新动力可能会受到抑制。外企的存在不仅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，也为整个社会注入了多元化的思想和文化。如果失去了这种鲶鱼效应，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可能会变得更加封闭和僵化。最后，这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。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，贫富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中国政府很可能会继续一条道走到黑。在当前领导的治理下，中国似乎在任何可以选择的情况下，总是倾向于选择最坏的那条路。中国似乎陷入了一种越反越错的怪圈。每一次面对困境，政府都倾向于采取更加极端、更加封闭的政策，结果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。这种情况下，中国经济的前景令人担忧。如果继续这种路线，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外资撤离、更多企业倒闭、更严重的就业问题，以及更大的社会矛盾。对普通民众来说，这意味着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加艰难，就业机会可能会进一步减少，生活成本可能会继续上升，而收入增长可能会停滞。同时，社会的不平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，贫富差距可能会继续扩大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那些有能力的人可能会选择用脚投票，寻求海外发展机会。而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，他们可能只能选择默默承受，希望情况不会变得更糟。然而，历史告诉我们，任何政策都有其极限。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变革总是不可避免的。只是这种变革是否会以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发生，还是会以更加剧烈动荡的方式出现，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。